也记得追踪、按赞我们的粉丝专页，上面会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哦。今天的影片来到越南岘港的下集，这次一样也会介绍几个景点，跟我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必去景点吧。第一站，粉色圣心教堂。粉红教堂以粉色和白色为主，就像是粉红梦幻的城堡一样。教堂是哥德式的建筑，尖塔上有装饰风信鸡，所以也有鸡教堂的称呼。教堂两旁的拱廊在视觉上有延伸的感觉，是超热门的打卡地标哦。在教堂附近有 APEC 公园，这个是为了纪念越南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而建造的一座大型公园，它也是一个休闲娱乐场所。它是在岘港最大的公园，园区里面总共有21个雕塑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来这个园区内找找看哦。接下来来到美西沙滩，这里有全世界6大美丽沙滩的称号。一进入园区，可以看到有在卖泳装。左手边这边有卖小吃的店面，往前走的话就有一望无际的海。这边沙滩看起来很干净，也有设置很多阳伞啊跟躺椅，可以舒服的躺着休息，甚至还有懒人沙发，这里也太享受了。沿着沙滩的旁边有一区，它是岘港美西沙滩酒店，是专门提供住宿，还有穿插许多的海鲜餐厅、商店啊跟小摊贩，是一个可以好好放松度假的地方。这边有户外的餐厅，玩海上设施的话，可以在这边填饱肚子。前面的话有卖蔬果汁，还有酒吧，很适合坐下来放松聊天。下一站来到五行山，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5座高大的石灰岩山脉。首先要去水山，这里有2个可以上山的入口，一个是进来就会先看到这个阴府洞，阴府洞是一个布置成地狱样子的景点，也很值得参观。另外一个就是这座巨大的电梯，是需要另外加价的。下方有小摊贩，主要是卖纪念品。左边的话是水山电梯售票处。这次我们选择搭电梯的方式上山，外面的风景跟视野很好，也可以看到其他的4座山哦。你们看到这里，1、2、3、4，看到了没有？听说五行山的由来是以前有巨龙到海岸产下了一颗巨蛋，蛋中孵出了一位仙女飞上天，留下的蛋壳碎片变成6座山，为五行山。往前走会看到第一个景点舍利塔，旁边还有3层高的住持生塔。这个是灵应寺，在这边的佛寺都是可以进入参观的。这个很大的石灰岩洞穴叫做悬空洞，在高处的岩壁内供奉了一尊4米高的大佛。洞穴里面光线就比较不足，所以参观的时候要小心脚步。洞穴里面还有石造的小庙，蛮多当地人会来这边祭拜。接下来到美山圣地，这里有越南版小吴哥窟之称，也是世界遗产之一。从入口到遗址区的话，走路大概5到10分钟，因为天气超级热，所以我们就去排队搭乘接驳车啦。一下接驳车，左手边有卖纪念品啊、饮料跟冰品。沿途都还是一边走一边参观遗址，所以要记得补充水分。首先我们要来看表演，表演大概有15分钟，是传统艺术表演，透过传统意识赞助民间歌舞，可以让游客更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。美山圣地是西元4世纪到14世纪之间统治越南中部占婆王国的圣地，也是宗教跟历史中心。历代的占婆国王也都埋葬在这边。不过在越战时期的时候，被美军轰炸了70多座的寺庙，只剩下60多座有留存下来。然后这个地区是都没有遮蔽物的，建议大家要撑伞做好防晒，还要多补充水分，才不会中暑哦。这些古迹的建筑都很特别，仔细看可以发现，这些塔都是用红色砖头去盖的，但大部分都有被风化侵蚀，砖块也有些受损。有的古迹是有开放的，可以进去参观，里面有一些古物，可以看到前人生活的遗迹。
这边也有纪念品店，有贩卖古物的装饰品跟花瓶，也有手环啊跟手链，大部分都是装饰的小物摆饰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惠安的嘉南岛，它是位于丘棚河出海口的一个沙洲岛，可以从惠安码头搭船半个小时抵达。来到这边就是要体验当地的碗公船，一进来的沿路就有很多小店家，右手边这边是有卖编织包，然后左手边这个是卖当地的服饰，沿途都可以看到类似像这些的商品。衣服花样还蛮多的，也有传统服饰，材质都是那种很适合夏天，看起来很凉快的。也有一些帽子啊、斗笠，都装饰了不同的图案。还有一些洋装跟包包，特殊的编织图腾，都充满了当地的风格。经过一些店家以后，左转过来就快到碗公船搭船的地方了。左手边有一间餐厅，很特别的是，它是盖在水上面。往前的左手边也有卖当地传统服饰。这边要先搭船到下一个区域，才会换坐到碗公船。船上的椅子很特别，竟然是一般的餐厅椅子。途中也会看到几间餐厅，大部分都是卖海鲜料理。下船之后，有一些店家在卖越南传统服饰，旁边有卖纪念品啊跟饮料。这里有休息区，可以在这边坐着休息。终于坐上碗公船啦！船上它是用竹子编制而成的，所以也叫做竹筒船。一艘船它最多可以搭2个游客，还会有一个船夫帮忙划船。途中会经过水上椰林，它是一个生长在热带沼泽潮间带，可以在完全淡水和咸淡水的环境中繁衍。船如果行驶到一个定点，它会让大家围成一个圈圈，表演者会在河面上随着音乐开始表演水中的咖啡杯。碗公船会转得超级快，边缘还几乎快要贴近水面。如果你也想要体验，你可以跟船夫说，他就会帮你多转几圈，真的超级晕。下一站我们要来到惠安古城，这里以前是对外港口，有很多国家的人会在这里出入，所以也就保留了一些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。首先来到的是广藏会馆，是早期来自广东的商人建立的聚会跟信仰的中心，这里是要买票才可以进入参观的。接下来就开始在惠安古城逛逛咯，这里有很多古色古香的餐厅跟咖啡店，这间有卖纪念品，像是明信片啊、图画等等。旁边有一间茶馆，可以饮茶休息。旁边有卖越南编织包。右手边有一间烧烤庭院餐厅，烧肉是他们最受欢迎的品项。这间咖啡厅里面有越南风格的装饰，隔壁也有卖特色服饰跟小吃。右手边有卖一些洋装跟上衣、长裤。这里有小吃摊贩，感觉是手工包的北越粽子。右手边它是一个越式咖啡，有各种独特的口味。左手边有西装跟礼服。沿路都会看到人力3轮车，你也可以选择搭乘这个绕惠安古镇一圈。旁边有一些传统建筑，左手边有在卖帽子跟灯笼，对面的话是咖啡厅。这是一间会馆，跟刚刚前面的广造会馆是一样的，都是以前华人的聚集所。左手边这个是福建会馆，是这边规模最大的华人会馆，也是要购票才可以进入参观。接着走到惠安市场，有室内场馆跟露天摊位，主要是贩售农产品啊、服饰和纪念品。右手边有一间鞋子店，隔壁的话是服饰店。左手边则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纪念品，像是有装饰的挂件啊、越南的传统灯笼，还有越南面跟零食。这边有用竹根雕刻而成的摆饰，可以把竹根雕刻出人脸，表情也很逼真，真的是很不简单呢。这间可以吃到越南的面包，它的菜色看起来很清爽。对面有越南风情的特色服饰，隔壁的话是卖皮革的包包。这间是木质的家具。
隔壁的话是有卖衣服跟越南灯笼。然后我发现越南有很多的小吃都是有露天桌椅，可以让人坐下来用餐。左手边可以看到一间老宅，旁边是卖西服，往前的话是越南传统服饰，也有卖耳环的小店。然后隔壁这个是皮革制的包包跟外套等等。这里有越南风情的画作，隔壁是纪念品店。右手边这间面店的评价非常高，鱼面很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右手边的话是饮料店，老宅建筑搭配里面的装饰，很古色古香。惠安古镇这边有很多可以定制服饰的地方，从休闲到正式的服装，通通都可以定做，也是这边非常知名的一项特色。右手边有咖啡跟果汁跟酒类的饮料，手工皮件也是惠安古镇必买的一个重点。这边的餐厅都保留了以前老宅的样子，有很浓厚的复古氛围。右手边这间是越南料理的餐厅，最推荐的是米粉，蛮多人会点来吃的。隔壁的是 Crocs， 有东东鞋跟鞋扣。接下来走到比较外围的区域，这里几乎都是餐厅，有室内跟室外可以用餐，也有很多 SPA 可以体验，使用天然草药，将传统技术跟现代的疗法融合，这就给你们自己来体验看看咯。右边有一间水果店，越南天气真的超级热，东西都吃不太下，很适合买水果来填饱肚子。这条街有很多餐厅跟按摩店，每一间店好像都有一些业绩压力，走在路上都会遇到很多推销按摩的店员，这边就看个人喜好咯。你也可以货比三家，看看价钱。逛了这么久的惠安古镇，也很适合来个脚底按摩。右手边有一间酒吧，也有粤式餐点，餐点有适合小朋友吃的，店内空间很大，很多家庭聚会都会在这边用餐。这边是一间酒吧，在晚上的时候很适合点一杯啤酒，在这边欣赏水边的景色。旁边的话有 SPA 的店，还有一间粤式餐厅。我觉得来越南必吃的食物有牛肉河粉跟越南春卷。春卷的话呢，它有分炸的，或是用糯米做成的透明春卷皮，可以直接包起来吃的。如果喜欢吃海鲜的朋友，就一定要点越南虾饼，虾子吃起来很新鲜。但是如果现在吃不到越南的越南虾饼，可以买台湾的皇宫月亮虾饼，在家就能吃到酥酥脆脆的虾饼了，一样超级好吃。右手边这个是咖啡厅，最多人推荐的是鸡蛋咖啡。隔壁这间是爱尔兰酒吧，有很棒的景色跟好吃的三明治，是经济又实惠的价格。接下来天色渐暗啦，我们要来搭船，这条是淮河，超推荐在这里搭船游河。这个体验呢会环绕惠安古镇，船上还有小灯泡，配上四周建筑的灯笼，形成一个很漂亮的夜景。前面这座是日本桥，也是惠安古镇的一个知名地标。在游船的过程中，你也可以放水灯祈福，一边体验当地最浪漫的夜晚。这次的越南岘港之旅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来越南很推荐大家品尝道地的美食，食物吃起来都很清爽，是台湾没有的风味。有任何景点问题都欢迎留言跟我说。想看更多影片，要按右下角的订阅，就可以持续追踪我哦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